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杨堂主故事会。今天咱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中最文艺、最会来事儿，也最短命的一个伊利汗国。这个由成吉思汗孙子序列兀建立的汗国，在波斯高原上只存在了79年，却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灭了阿拉伯帝国，屠了巴格达，改信了伊斯兰教，还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间商。今天我就带你们穿越回13世纪，看看这群草原上的战斗民族是怎么在波斯这块风水宝地上上演了一出野蛮征服文明反杀野蛮的历史大戏。要说伊利汗国，得先从他的创始人序列兀说起。这位老哥可是个狠角色，成吉思汗第4子，拖雷的第6个儿子，忽必烈的亲弟弟，蒙哥大汗的亲弟弟。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标准的皇亲国戚，根正苗红的黄金家族成员。1253年，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觉得自家帝国版图还不够大，决定派序列兀进行第3次蒙古西征。这次西征的目标很明确，一是收拾掉那个在中东搞恐怖主义的暗杀教团穆腊伊国，二是教训一下不听话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三是顺便把叙利亚、埃及也收入囊中，完成蒙古帝国的全球化战略。序列兀带着15万蒙古铁骑出发了，这支部队堪称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复仇者联盟，有蒙古草原上最勇猛的骑兵，有汉人制造的回回炮，也就是投石机，还有从中国带来的工程专家、医生、天文学家，简直就是科技加武力的完美组合。1256年，序列兀大军抵达波斯，第一个目标就是穆拉伊国。这个国家可太有名了，他们专门培养刺客，用暗杀手段搞政治，连蒙古大汗都敢招惹。序列兀一看，这还得了，直接下令给我把他们老巢端了。蒙古大军把穆拉伊国的城堡围得水泄不通，用回回炮日夜轰击。最后穆拉伊国教主鲁克赖丁酷杀投降，结果还是被序列兀给宰了，整个教派几乎被灭门。这波操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恐怖分子遇上了更恐怖的恐怖分子，直接被秒成了渣。解决了穆拉伊，序列兀把目光投向了巴格达，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中心。1258年，蒙古大军兵临巴格达城下，末代哈里发穆斯台随木还在做着真主会保佑我的美梦，拒绝投降。序列兀冷笑一声，下令攻城。这场攻城战打得那叫一个惨烈，蒙古人的回回炮把巴格达的城墙轰得跟筛子一样，城里的军民死伤无数。破城之后，序列兀干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他把哈里发穆斯台随木裹在地毯里，让马活活踩死了。为什么这么干？因为蒙古人迷信，觉得不能让真主的代言人流血，不然会遭天谴。但说实话，这跟直接杀了有啥区别？不过是换了种死法而已，够狠。更狠的还在后面，蒙古大军在巴格达烧杀抢掠了7天7夜，据说有80万人被杀，图书馆里的藏书被倒进了底格里斯河，河水都被墨水染成了黑色。阿拉伯帝国，这个存在了508年的庞大帝国，就这么被蒙古铁骑踏碎了。从此伊斯兰世界再也没有统一的领袖。1260年，
序列兀又占领了叙利亚大马士革，眼看就要打到埃及了。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噩耗传来，蒙古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钓鱼城时被投石机砸死了。这下可乱了套了，蒙古帝国的汗位空了。序列兀的哥哥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开始了长达4年的汗位争夺战。序列兀一看，得，埃及也别打了，赶紧回波斯稳住局面吧。他留下大将切的不花带着少量军队继续攻打埃及，自己则率领主力返回波斯。结果切的不花太轻敌，在爱因贾鲁战役中被埃及马穆留克王朝的军队打得全军覆没，蒙古人向西扩张的脚步就此停住了。1264年，忽必烈终于打败了阿里不哥，成为了蒙古大汗。作为回报，忽必烈将阿姆河以西直到埃及边境的大片土地全数册封给了序列兀。序列兀就此在波斯扎根，建立起独立的汗国，自称伊利汗，意思是臣服于大汗的藩王。伊利汗王朝正式诞生。伊利汗国建立初期定都于今伊朗阿塞拜疆的马拉格，后来迁都大不里士。序列兀虽然是个战斗民族，但他可不是个只会打打杀杀的野蛮人。他知道要在波斯这块文化圣地上站稳脚跟，光靠武力是不行的，还得入乡随俗。序列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商引资。他从中国请来大批工匠、学者和官员，帮他治理国家。这些汉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和行政管理经验，比如怎么修水利、怎么造兵器、怎么收税等等。同时，序列兀也保留了波斯本地的官员和贵族，让他们继续管理地方事务，形成了蒙古人当老板、波斯人当经理的政治模式。不过，这种混搭模式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蒙古贵族和波斯贵族之间经常因为文化差异、宗教信仰和利益分配闹得不可开交。蒙古人信奉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而波斯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在当时可是死对头。蒙古人觉得波斯人太矫情，天天祷告，不事生产；波斯人觉得蒙古人太野蛮，杀人不眨眼，不懂礼仪。更有意思的是，序列兀还跟他的堂哥钦察汗国的别儿哥因为宗教问题闹掰了。别儿哥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看到序列兀屠了巴格达，杀了哈里发，气得不行，说序列兀背叛了真主。两人先是互相骂街，后来干脆兵戎相见，打了好几次仗。虽然谁也没占到便宜，但这也为后来伊利汗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1265年，序列兀病逝，他的儿子阿巴哈继位。阿巴哈是个汉化程度很高的蒙古大汗，他不仅会说汉语，还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他在位期间继续推行序列兀的政策，加强与元朝的联系，还跟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比如拜占庭帝国、法国、英国搞起了外交关系，想联合他们一起攻打埃及马穆留克王朝。不过这些联盟都没啥实质性的成果，因为欧洲人跟蒙古人一样，都想坐收渔翁之利。阿巴哈之后，伊利汗国又经历了阿鲁浑、海河都、拜都等几位大汗。这段时间，韩国的政局一直不太稳定，大汗患得频繁，权臣当道，税收混乱，老百姓怨声载道。眼看伊利汗国就要黄了，一个救世主出现了，他就是序列兀的孙子，伊利汗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汗何赞汗。1295年，何赞汗继位。这位老哥上台时，伊利汗国可以说是烂摊子一个，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宗教矛盾尖锐，
外部还面临着钦察汗国和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威胁。何赞汉一看，得不改革，这汗国就得 game over 了。他决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改信伊斯兰教。你没听错，一个蒙古大汗，一个黄金家族的成员，居然要改信被蒙古人视为异端的伊斯兰教，这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消息。很多蒙古贵族都反对，说何赞汉忘本背叛祖先，但何赞汉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改信伊斯兰教根本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政治。何赞汉想得很清楚，波斯高原上90%的人都是穆斯林，你一个不信伊斯兰教的大汗怎么统治他们？之前的几位大汗因为不信教，跟波斯本地的精英阶层一直搞不好关系，政令不通，税收不上来。现在我改信伊斯兰教，就能师出同门，获得本地精英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1295年11月，何赞汉在大不里士举行了盛大的入教仪式，他亲自朗读古兰经，还取了个伊斯兰名字马哈茂德。他不仅自己改信，还下令全体蒙古贵族和军队都必须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就滚蛋。这下可把蒙古贵族们给逼急了。但何赞汉手段强硬，谁反对就杀谁。最后大家只能乖乖就范。改信伊斯兰教之后，何赞汉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土地与税制改革。他废除了之前蒙古人那种随心所欲的税收制度，固定了税率，减轻了农民负担，还重建了灌溉系统，让波斯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二、文化波斯化，他让宫廷采用波斯礼仪，还赞助史学研究，比如让宰相拉施特编写了著名的史籍。这部书可是研究蒙古帝国历史的百科全书，里面不仅记载了蒙古人的历史，还记载了中国、波斯、阿拉伯等国家的历史，堪称世界史的雏形。三、军事改革。他把蒙古骑兵和波斯步兵进行了混搭，还引进了中国的火药技术，让伊利汗国的军队战斗力大大提升。何赞汉的改革效果立竿见影，伊利汗国的经济很快就满血复活了。政治上，蒙古贵族和波斯贵族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缓和。文化上，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出火花，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段时间也被称为伊利汗国的黄金时代。不过好景不长，1304年，何赞汉去世了，他的弟弟完者都继位。完者都虽然也想继续推行何赞汉的政策，但他能力有限，而且蒙古贵族和波斯贵族之间的矛盾又开始死灰复燃了。更要命的是，伊利汗国还面临着外部威胁，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一直对伊利汗国的领土虎视眈眈，时不时就来抢一把。1316年，完者都去世，他的儿子阿布赛义德继位。这位老哥可是个昏君，他整天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还重用一个叫出班的权臣。出班凭借拥立之功，专擅国政，他的儿子们也都身居要职，形成了强大的权臣集团，与阿布赛义德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最终阿布赛义德忍无可忍，杀死了出班的第三子。出班举兵叛乱，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但伊利汗国的统治根基已经被严重动摇了。1335年，
阿布赛义德去世，没有留下合适的继承人，这下可彻底乱了套了。伊利汗国的权臣、大将各自拥立大汗，纷争不已。汗国很快就分裂成了东波斯、阿富汗斯坦的卡尔提德王朝、西波斯的穆扎法尔王朝和扎拉伊尔王朝等几个小政权。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黑死病。14世纪中叶，黑死病席卷欧亚大陆，伊利汗国也没能幸免。这场瘟疫让伊利汗国的人口锐减了1/3，经济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更糟糕的是，1340年，热那亚共和国因商人在大不里士遭受劫掠，宣布对该城实施贸易禁运，标志着伊利汗国作为贸易保护者的功能彻底崩溃了。要知道，伊利汗国可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贸易禁运对伊利汗国的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1355年，亲察汗国的扎尼别汗率军攻破了伊利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杀死了操纵朝政的出班后人，傀儡可汗努什而完，不知所踪。至此，存在了79年的伊利汗国彻底灭亡了。虽然伊利汗国只存在了79年，但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不小。首先，它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伊利汗国的建立让丝绸之路重新活了起来。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通过这里传到了欧洲，而波斯的天文学、数学、医学也通过这里传到了中国。比如波斯天文学家纳素拉丁图西就在马拉格建立了著名的天文台，还编写了《伊尔汗历》这部历法，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之一，后来还被元朝采用了。其次，他让蒙古人学会了文明。蒙古人原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只会打打杀杀，不懂什么是文明。但在伊利汗国，他们接触到了波斯的文化、阿拉伯的文化，还有中国的文化。这些文化就像催化剂一样，让蒙古人逐渐文明化了。他们开始穿丝绸、吃美食、读诗书，甚至还学会了搞政治。最后，他为后来的铁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奠定了基础。伊利汗国灭亡后，波斯高原上又出现了很多小政权。后来，铁木儿帝国崛起，统一了波斯和中亚，而奥斯曼帝国则继承了伊利汗国在西亚的领土，最终成为了横跨欧亚非3大洲的庞大帝国。好了，各位朋友们，伊利汗国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由蒙古铁骑建立的汗国，在波斯高原上上演了一出野蛮征服文明、文明反杀野蛮的历史大戏。它的兴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光靠武力是不行的，还得学会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传统，这样才能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或转发给喜欢的朋友，谢谢。我是杨堂主，下期继续蒙古4大汗国之窝阔台汗国，再见。